5大 NG 行为让你身体狂发炎，你还天天在做。我们要把那个火气压下去，就是抗发炎。好，我还蛮喜欢喝绿茶的，茶里边的茶多酚跟儿茶素绝对是抗发炎很好的一个饮品。好，但既然不加糖，我再强调，还是抗发炎的重中之重。你属于高发炎状态来讲，吃着肯定有感觉。今天邀请到名医刘伯仁来告诉大家，发炎是万病之源，你的身体免疫出问题，癌症找上门，都跟发炎有绝对的关系。抗发炎该怎么吃最好？看看名医怎么吃。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有许多朋友在收看下班经济学，但有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哲金要请大家做一件事情哦，就是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你知道名医系列里面我怎么开始的吗？怎么？就从今天这一位名医开始。哇，对，他是基因营养工人医学的专家。我们今天欢迎刘伯仁医师。医师你好。哲金好，家人你们好，大家好。我发现身边有一堆人都在讨论说，他们有一个自体免疫不全啊，或者是慢性发炎啊。所以现在对当今的社会来讲，这慢性发炎似乎是变成一个显学，对不对？没错，其实发炎这2个字哈，我们常谈的什么红肿热痛，你当红肿热痛发生，你一定马上找医生。对。可是有一个比较可怕叫慢性发炎，就是你没什么感觉，我的身体里面好像个野火燎原般的，一下这边烧一点，那边烧一点，久而久之，在你器官组织里面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可能衍生比较严重的退化，甚至衍生我们所谓的癌症。所以现在来讲，你刚提到这个免疫系统疾病，不管是过敏、自体免疫，都是跟慢性发炎有关。那有哪些是会助长慢性发炎？有没有什么 NG 的行为？对，其实我们谈到很多，就刘医生，我要怎么去改善我发炎？我说，你先看你有没有这几点。好，那这个其实我整理5大 NG 行为。第一个就是高糖、高脂跟低纤维的饮食因为这种形态的饮食来讲，我的肠道菌相会改变非常快，会非常不好。就你肠道坏菌会增加非常快。这种情况之下会导致肠路症，我们在很多的一些毒素会渗到身体里面去，所以发炎会加重。好，第二个久坐跟缺乏运动，其实已经很多研究告诉我们，当我坐很久都不运动，你的身体的骨盆腔里面它血液是不能流动的，所以乳酸会累积。这种常常我们讲 CRP 就是发炎指标会上去很快。好，那第三个就是大家我知道熬夜睡眠不足，肯定好。我们以前谈过睡眠债，1天睡不好你要花3天还，3天睡不好你要花1个礼拜还。这个睡眠债来讲，久而久之会导致你身体里面发炎会加剧，你说口气会不好啊，然后就头昏脑胀的啊，这边虽然那边痛啊，或者说有疲倦，就跟这个睡眠不好有关系。好，那第4个来讲，其实现在越来越重视一个血学。好，我想哲青，我想只要你们都压力有时候很大，对不对？好，你会觉得压力大的时候，越容易身体有时候不舒服，好，有时候肚子不舒服，胃不舒服。压力大的时候，还有情绪的，这个波动很快。你的自律神经会失调，自律神经失调来讲，牵扯到2个神经，一个叫交感，一个叫副交感，会导致身体发炎加剧。好，最后一个当然我想就是抽烟跟环境毒素，吸烟很重要，大家知道了。好，环境毒素很复杂，大家听过什么塑化剂啊、重金属，这都跟发炎有关系。是，可是大家如果说已经知道说有慢性发炎这个概念了，他有没有办法自我检测，有哪一些身体哪些征兆出来说，我觉得这有可能就是慢性发炎了。没错，我觉得看风传媒节目的大家这个好朋友都知道说，如果你要看医生，当然医生帮你做一些检测，抽什么 ESR、CRP， 那个叫做发炎指标。可是很多人说，那我怎么去知道我有没有发炎？好，这边我提出几个点给大家参考一下。好，比如说，你就经常觉得你睡得很够，可是精神提不起来，这就是发炎的一个状态。好，第二个来讲就是不明原因的肌肉疼痛，好不是一个固定点哦，一下这边痛，一下那边痛。有一种病，我想你们听过没有，叫做公主病。好，公主病，对，就是痛，一下这边痛那边痛。这些女生非常多，她们很辛苦，好，到处看医生。这种就是身体慢性发炎一个表现。对，好。第3个来讲，如果你常常消化不良啦、腹胀啦、便秘，或者经常反复的腹泻，我们谈了一个重点，好，全身免疫力70%在这个肠子，所以当你肠子不健康的时候，你一定是有慢性发炎啊，这肯定的哈。第4个呢，像头痛或偏头痛，其实头痛来讲原因很多哈。当然我们先不管就是比较重大了，不管是脑瘤，那是另外一个事哈。那假设我的肌肉啊、筋膜啦，或者它里面血管收缩放松，因为一些因素导致的头痛发炎，也可能是在全身发炎也是一个警讯。好，那再来就皮肤问题哈，如果你现在有湿疹好或者瘙痒啊，就这边痒那边痒，那皮肤湿疹
记得皮肤是身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所以当你皮肤然产生一些湿疹、发炎不好的话，也代表身体内脏会出现问题，也是有发炎的迹象。是。那最后来讲，我们常讲就是睡眠品质差，而且常常醒来浅眠很多的压力大人或是更年期后的女生，她常常讲说入睡困难，然后有人讲刘医师我很浅眠我能睡得好，这个深睡期不够。我们在大脑里面修复物质常讲一句话，大脑睡觉在洗澡，你的脑子的废弃物在清洗干净，所以当你常常睡眠品质差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处于发炎的状态，非常容易就是记忆力会变差，甚至怕以后有这个失智的风险。最后一个就是情绪不稳，我想这个焦虑或者忧郁，其实忧郁症在目前的这个时代来讲，已经是我们几个很重要的疾病之一。它忧郁症带来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或家庭的一种生产力或者是一些这种生活品质非常影响非常大，这个也会导致身体的发炎。所以这几个有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了。那如果最严重的慢性发炎会是怎么样？我讲个案例给大家听一下其实那个是在之前有一位大概35岁的女生来找我那其实她的29岁，因为她妈妈叫她来给我看病，那我帮她抽血验，她有一个叫 CRP 很高，然后她的三酸甘油酯偏高，我就跟她讲说你身体习惯不好有发炎，然后她就说我觉得还好我说你这样的话身体发炎会怎么样然后身体会有些病变什么东西的。那他也不太管，他跟他妈妈交代说，我反来跟刘医师看过过了5年来看我，这次来是怎么样？他得乳癌了。他说他记得一件事情，我跟他讲说，长期慢性发炎会容易关节酸痛，会血管老化，有时候会得一些癌症的问题。他后来乳房有个纤维囊肿，追踪3年，后来来看我之前半年是突然变大，一去查原来得了乳癌。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你赶快再回去给刘医生看一下所以我就跟他讲说，确实慢性发炎会导致细胞的突变。突变就容易生癌症，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讲说慢性发炎，你不要去忽略它啦。大家如果说要阻止慢性发炎，还是要从生活习惯去改。因为其实刚刚的医师提出来，身体正在发炎里面有很多是可以透过饮食、透过生活习惯嘛，怎么样从餐桌来做这件事情呢？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若要抗衰老，肠道先不老，肠子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要跟刘医师谈说，我要怎么去让我身体抗老化，你先从食物。就从餐桌上开始修复免疫力那这边我是跟他有个建议就是你们在吃饭吃菜的时候，第一个你尽量蔬菜占1/2，你不要说我今天肚子饿先来一盘这个大碗的干面，蔬菜2-3朵就是一餐，那是容易发炎那蔬菜一定要占1/2第二个来讲就是要好的油。当然我们在外面如果不能挑选的话，在家里面你可以用橄榄油、苦茶油、亚麻仁籽油啦，你摄取一点鱼油来讲的话，就有好的天然脂肪酸，这都跟抗发炎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就是讲到大家痛点下午茶来个甜点，他很喜欢吃或者公司行我们一起来订个饮料你要全糖半糖如果假设你餐桌糖不行，所以你要先从减糖跟减精致淀粉开始，你的免疫力会比较容易恢复。因为有研究发现，每天喝含糖饮料的话，我的白酒功能会下降25%以上，免疫力会变差这是确定的那再来就是我每周呢可以有一点发酵的食品，对，譬如什么味噌优格啦，这个泡菜啦或纳豆，因为发酵的食品里面它有一些很好的益生菌跟益生质，调整肠很有帮助当然我们可以适当补充点什么 D3Omega 3脂肪酸，对抗发炎都是很好的。是因为大家其实最好奇的就是每周3次的发酵食物医师在新书里面有介绍这几种是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做的。这个很简单第一个来讲譬如说味噌小黄瓜，你可以把小黄瓜切片之后呢，挑很好的味噌酱抹上去，你可以放在冰箱里边12小时啦，24小时拿出来配饭吃，非常好，这里面有很好的益生菌那再来紫高丽菜醋渍我们知道紫高丽菜有很多的花青素，它本身对我们肠道很好，又有10字花科的蔬菜你可以呢加点那苹果醋，加一点海盐，然后抓一抓放在冰箱，然后呢3-4个小时拿出来吃，非常好。另外一个就是姜黄山药盐品各位知道，因为姜黄来讲是本来就抗发炎，那山药来讲它虽然是一点淀粉，但它里面是合成我们在男性女性荷尔蒙一个酰脂叫 DHEA， 所以呢你用点山药，我们切薄片之后沾点姜黄粉把它抹一抹，加点盐，这时候呢就很好吃了。这个其实就是抗发炎的食材啦，是家里都做得到的，真的。那我们现在知道说有这些食物，但是量跟比例我们要怎么去抓会比较好？对，我觉得这很多朋友问你说这个到底要1汤匙还是2汤还是怎么样对啊我这样讲就是我们刚刚讲蔬菜占2/2，对不对这边有个大概念
2份的蔬菜，就是好。那另外蛋白质千万不要忘记，很多人呢，有些我们现在老人家很多肌少症，但是我发现很多的看贵节目的朋友看到这时候知道蛋白质，他们跟我讲，你上次跟哲青讲完蛋白质，我特别多增加2份哈，所以蛋白质很重要。那另外淀粉，原型淀粉还是很重要。记得一个重点哈，长期不吃淀粉的人容易忧郁症，因为我大脑需要 glucose， 需要葡萄糖，它是一个直接摄取来源之一哈。但我不是说叫他猛吃加工食品的淀粉啊，譬如说我们讲这些糙米、地瓜都不错哈。那一样的，像油脂来讲，什么橄榄油啊这东西或者坚果都是不错的。是，一直我想问哦，因为您鼓励大家吃蛋白质嘛，那如果很多人就想问说，我每一天都吃一样的，这样子可以吗？对啊，就是每天我都去便利商店买一模一样的东西，多方便啊！我如果请你每天吃鸡胸肉，你会觉得人生乏味了，你知道吗？可是我可以顶得住你真的吗？我真的顶得住。那你算你意志力坚强哈。对啊，可是那样会有坏处吗？其实一般来讲哈，食物过于单一化不太好。我不同食物来讲有复方的营养素，譬如说我们讲蛋白质，豆蛋鱼肉。假设你今天吃鸡胸肉，隔天可以吃鲑鱼，你再来吃鸡蛋。你不同的这种蛋白质组合，你可以从不同蛋白质它的食物里面获取另外的微量元素。譬如说，我吃蛋白质，我吃豆腐、喝豆浆，它不但有蛋白质，它里面少量异黄酮，还有卵磷脂，还有纤维。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单一食物固定化。那如果久而久之的话，你可能会缺少一些微量元素。可是呢，慢性发炎里面跟火气这件事情是相通的，是不是？其实是类似的哈。其实中医他们常讲说上火不上火，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西医是讲发炎，我们要把那个火气压下去，就是抗发炎。好，抗发炎来讲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食材。那刚刚讲说刘医生要多吃蔬菜，那这边我给他建议几个哈，帮助你这抗发炎、降火气，而且是肠道的火气。对，好，第一个就像绿茶、姜黄或者是一般姜哈，像譬如我这边是绿茶，我还蛮喜欢喝绿茶的。茶里边的茶多酚跟儿茶素，绝对是抗发炎很好的一个饮品哈。但既然不加糖，好，我们讲很多遍了哈。姜黄的姜黄素跟姜里边的这个姜酚、姜烯这个物质来讲，就是有抗发炎。所以有一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有没有哈？就姜的这个成分还算不错。好，顺口溜来写。是，那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讲蓝莓覆盆哈，这个覆盆莓这个东西。这些本来莓果类就花青素非常高我记得我常跟大家讲说，刘医生，我如果假如我健康吃水果，你有没有推荐几个？我说芭乐啦、苹果、蓝莓都非常好。这里来讲，它的花青素量非常高。再来，十字花科蔬菜我们讲很多了，它本身对于我们肝脏解毒，尤其是我们在现在很多毒素的排毒很重要。那苦瓜鼓励大家吃，因为苦瓜来讲，苦瓜素它会在我们肠黏膜接到一个叫 receptor 接受器。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叫胰岛素阻抗会改善，所以常吃苦瓜的人他的血糖控制会比较稳定。对，好。那第四来讲就是好的油啦，橄榄油、苦茶、酪梨油，这都可以抗发炎。好，最后来讲，我在强调omega-3脂肪的时候，还是抗发炎的重要的重中之重。譬如说像我们都成鲑鱼啊、青鱼啦、秋刀鱼，或者用点什么亚麻仁籽油、鱼油来讲，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肠道降火气的一个食材。是因为其实包括这个食材到底要怎么吃、怎么组合，刘医师有一个很特别的排盐餐，对不对？通过3天这样子一个步骤来进行这个肠道的排盐，到底要怎么做呢？如果你刚好有时间在家，大家可以试试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流质期，譬如我举个例子，早餐呢，但是可能要自己去做譬如说一些少量的这个蒸地瓜、自制的鸡骨高汤，中午就是像什么南瓜浓汤、这个温豆浆，晚餐就是糙米这个清粥等等好。第二天就半流质，这个只给大家示范一下半流质不是那么的液体，也不是那么固体，中间的。像譬如说这个小米浆粥啦、蒸蛋，我想中餐就是鱼片啊，诸如此类，晚餐就是骨汤的炊饭。第三天就恢复到原形了其实原型食物来讲，大家常听到就地瓜啦、姜茶啦、芝麻煎饼啦，那譬如中间这个青鱼啦、藜麦便当，这个就是大家常吃的那另外晚餐就是味噌汤、蔬菜或者五谷饭、炒豆芽菜。这个来讲如果假设各位你有时间从经常觉得自己毒素很多，可以这样试试看。可是我有些患者他第一天吃完，于是巴豆走腰，所以你们可以不要第一天，你可能第二天从半流质，第三天就开始原形重建，或者说你就是6日在家，你就是6日我就从原形重建，完全不吃加工。从原型的食物来获取能量，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组合，就对了。对。但这种方法就是自己在家可以做吗？还是要跟医师研究过要怎么做呢？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边东西都是自己可以做的？是。我举的这东西并不是叫你要去找很高贵的保健中心来帮你做。
我写的这东西完全是你在家可以自制，所以不要觉得压力很大，都可以自己复制。对，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我觉得说，刚好我们需要，那它的真正能展现出来的这个效果又是什么呢？其实一般来讲哈，如果你本来很健康，你吃这是没有感觉的。但是你属于高发炎状态来讲，吃着肯定有感觉。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来找我哈，他就是全身肌肉痛，这边痛那边痛，还抱怨说记忆力越来越不好。我看他饮食形态都吃外食，吃外食也没有错，可是我看他吃的都是一些炸物很多，要不然就面啊、炒饭一大堆哈。那我测他发炎指标确实高，他说他不想吃药物，也不想吃保健食品。我说那你先试试看这个东西哈，我给他建议。他说第一天吃的时候，他觉得肚子好饿。他走到外面看到盐酥鸡，他突然觉得快晕倒，因为他很想吃的东西。吃到第3天原形重建的时候，他再持续4到5天，他告诉很明显的感觉。他突然脑子变清醒了，他说：“我本来那个痛我都忘记了，我本来在看我之前写的要看刘医师的痛，他忘记了。他后来精神非常好，你知道他说微微的饥饿感反而挑动那种能量出来。我说那是因为你之前发炎太严重了，发炎就像星星之火到处烧，所以。”这个来讲，对于如果假设你经常是吃一些外面食物，没有很重视健康，身体有很多毛病的病人，你可以试试看。可是医师，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嘛，那如果不同体质的人要怎么注意呢？OK， 的确，刚刚的东西来讲，你说他是每天去搬家具的这个工人，叫他吃这样，他一定还跟你抗议，马上跑掉了，对不对？好 ，OK， 我大概分几个型，像这个有肠胃虚弱型哈，大概就是你可以从半流质的温食哈。开始哈，那慢慢增加骨汤啦、姜黄或者是增根茎类的东西开始哈。那当然，免疫过敏型，譬如说刚哲听讲了，就是很多自体免疫疾病。对啊，就是我们现在我在谈了很多的自体免疫，现在病人太多了。你知道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是关节炎啊，像这个干燥症，病人一直增加，甲状腺发炎，现在人口一直增加，就是跟免疫过敏性有关系。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第一过敏饮食，还有去除乳制品或麸质为主。但这个来讲哈，就是有些技巧。如果假设你要去很清楚知道自己哪些食物是不太适合的话，可以请专业的医师帮你检查。因为有些来讲确实是他牛奶乳制品过敏。我们虽然讲鸡蛋好，可能有人鸡蛋过敏，你猛吃鸡蛋，你的免疫就不容易好，就可以查得出来。是。那再来就是情绪压力型哈，因为很多压力很大哈。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色氨酸啊，这个在tryptophan 可以增加一些血清素。那这些食物来讲，南瓜子、香蕉、小米，这个都可以改善这方面的这个情绪。是，这是大方向嘛，对不对？对。可是如果年龄不一样，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对营养的需求应该也不同吧？这个重点哈，像哲青跟嘉，你们2个是男生女生，对不对？但你们搞不好需求都不太一样。是。好，这边我再讲上班族啊，譬如说自己制作就是沙拉碗啊，或者是糙米的饭盒啦，哈，这个我们在外面很容易买的健康餐盘，大家很厉害，做非常多哈。我现在特别强调就银发族，很多银发族哈，咀嚼力变差。你知道我们在医院来讲，有些银发族哈，老人家哈，吃东西突然呛咳，变吸入性肺炎，呛昏了，送到医院去就。吸入性肺炎就走了，他咀嚼力变差，你给他吃一些不对的食物再卡到哈，所以这边来讲哈，汤品或炖煮类的食物为主哈。但我特别强调学龄，我们觉得小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公，所以我们现在爸妈可能都会费点心思在小孩子的食物健康上面哈。那尽量，因为现在外面的食物太吸引人了，加工食品太多了。对呀。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小孩子每天吃一些加工食品，吃得很开心，又不吃正餐，所以一定要大概把一些人工的加糖啊东西好特别抓住，宁愿让他多吃点水果。小孩子他吃就吃吧，吃水果总比吃糖果好。好，所以大概是抓个原则。简单讲，每一个的族群，它的这种食物的属性会有点不一样。那医师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饮食嘛，那除了饮食之外，我们还能怎么样抗发炎呢？饮食当然是我们讲这个重建健康第一步啊，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好，再来我们讲不要忘记了运动。国外有研究发现适度的运动来讲，你的身体发炎指标有个 CRP 会下降。我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有个叫做 U-shape 理论，就是说你都不运动，你的坏处很多。运动之后你坏处可以开始有获得很多好处，坏处下降了。可是过度运动 over exercise， 你的坏处会增加。好，所以有个叫 U-shape 理论。好，所以这边讲规律适度的运动，所以运动来讲是可以抗发炎。好，那另外来讲压力，我们刚刚谈到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人情绪管理不好，压力很大。国外有个研究就是说，如果每天都容易生气暴怒的人他长期心肌梗塞的机会增加。当然我也会有时候会情绪不好，但是我会自己算一算，我如果说每天情绪不好，那我自己知道心脏越来越糟糕了。如果是2-3月偶尔一次不好，我觉得还可以 tolerance。 好，简单讲，如果长期压力不好的话，你要透过正念腹式呼吸来改变抗发炎。好，充足睡眠，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一直讲。
我们人呢一天24小时哈，就像哲青很忙哈，嘉欣很忙，我也很忙，睡眠太重要了。是，你会发现，如果今天你睡不好啊，隔天工作你稿子背不起来，真的可能会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对。所以睡眠太重要。我自己如果睡不好的话，隔天看病了，有时候跟病人解释报告，眼睛会很累哦。这样，刘医师你怎么昨天没睡好？对，因为睡不好的话，你的身体反而会加重。所以透过很多方式，好，我们讲就是你不管透过运动，让你这个晚上睡眠品质好。睡觉前少滑手机，让眼睛蓝光刺激会下降，营造很好的睡眠氛围，都会让你的睡眠好，抗发炎。是因为你知道最近我在看那个医师，他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影片，而且最近要出新书，对，新书里面有提到3个很特别的东西，我觉得一般观众可能也没有听过，包括了 SPNS 跟乳香，还有黄连的萃取物。这一次为什么在新书里面讲平衡免疫的时候，特别把这概念又拿出来讲呢？因为我们在刚刚讲很多食物、运动跟睡眠、舒压，这是在抗发炎非常重要的哈，所以。那最近因为我觉得我的病人太多有关于这个有自体免疫疾病、过敏啊这点发炎的这种患者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但是用药去压嘛，哈，大家知道类固醇、抗组织胺或者有一些药物哈，确实药物的进步哈，还有一些叫做生物制剂，但是呢，有一些营养素像 SPM 它是你知道我们刚才讲鱼油是抗发炎，鱼油里面有个叫做 EPA 它会到最后会变到细胞里面去抗发炎，可是我们常讲哈。这个抗发炎抗到最后是半吊子，就是它没办法全部压低。比如说你加 SPM 是一种修复物质，它会抗发炎会更彻底。好，那在我们功能医学厨房会有。另外像乳香哈，它里边的这个香氛或它里边的物质，还有刚刚讲这个我们讲黄连这里边的小荜碱，它都是属于一种抗发炎的物质。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还有功能医学还有许多的武器，这只是我提出这几个里面其中3个给大家参考一下。简单讲，我觉得大家要抗发炎。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食物饮食都要照顾好，这样才能达到全方位的抗发炎。是因为这一次呢，这个医师带来的福音就是这个，传福音来了，终结慢性发炎，平衡免疫哦。他希望呢，大家透过这本新书，要重新来认识一下慢性发炎，还有怎么样以这个功能医学的角度来认识。那最后面，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再来叮咛一下的呢？是。我觉得预防医学啊，大家都要碰得到，都要把它放在心上。我每天为了工作打拼，为了我的事业在打拼，为了家庭的和谐努力在打拼。但是不要忘记了，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的。我们现在医学确实发达，我们医学在从手术、药物都很进步，可是长远之行始于这个基础。我必须想从基本就开始抗发炎。所以，如果假设从生活饮食现在打造抗发炎的体质。我很多疾病都不会发生了。是，所以希望呢，大家呢来透过院长的角度呢，让自己能够更健康哦。这一次来感谢，谢谢你，谢谢。